大家好，这里是 Julian， 欢迎来到新期的 Crypto 加密货币物语。这期我们的主角是 Base。那么当 Coinbase 自己造链 Web3 还去中心化吗？我们前几期提到了 Arbitrum， 提到了 Optimism， 提到他们的技术。那我们这期来讲讲另一个很实用的链，就是 Base， 一个现实派啊。2023年呢 ，Coinbase 这家从2012年就开始存在的币的交易所呢，这个加密货币这个交易所里非常大名鼎鼎一个哈，它也是非常的中心化的一个公司，但是影响力很大。它宣布要自己造链，名字叫 Base， 那么 Coinbase 取它后半段 Base 对吧？那它也不是新公链，也不是 L1， 它就是以太坊的 L2， 用的也是 Optimism 的这个 OP Stack 的架构。那么当时很多人问，那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造一条去中心化的链，那是不是逻辑冲突嘛？但是这个也不冲突，对吧？你看 Binance 啊这些都造自己的链，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嘛。那么它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用户基础 ，Coinbase 有很多的用户基础，那能够在 Coinbase 这个大量用户的基础上，让这个支付啊、交易啊、NFT 啊这些东西都能在它自家的生态完成，那么就是这个链的初衷嘛。那么它这个链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的地方。就 Base 这条链，它不发行代币，也不做什么特别的社区，基本上它就是背靠以太坊的安全性，靠这个 OP Stack 的技术但它特别的之处是拥有 Coinbase 的品牌与流量。那么它这个 Base 这条链呢，是一个传统的这个交易所的巨头，代表着 Web3， 它面向它的用户，它的大众化的用户来基于它的技术做的一条链。对吧？基于它的用户做的一条链，然后技术是用一些比较靠谱的公用的技术，然后它自己的这个 Base 链呢，就可以让它的用户快速的可以从它的 UI 上用上，对吧？那 Coinbase 推出Base 呢是动机是把中心化的力量延展到去中心化的世界里，这个很好理解，对吧？我们看 Binance 都是这样做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强大的力量呢，它肯定要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有一个它的项目，有一个它的技术背景，然后这样的话就不光靠它的交易所业务，对吧？它的交易所业务呢是帮人上币啊、托管啊，甚至帮人就是帮忙算这个交了多少税啊。但是链上的价值如果都是被 Arbitrum、Optimism、Polygon 拿走，那他当然是不愿意的，对吧？所以说 Coinbase 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也做链，然后分一杯羹。那么不单是一个交易入口，而是一个自己也参与这个基础设施。那 Base 链呢，就是说它在 Optimism 的 OP Stack 上 EVM 完全兼容，然后主打手续费也是低于主网很多。那么它对于开发者来说也是很便宜的，然后但它比 Optimism 这种链的话更加企业化。那对于用户来说，它就是说你有个 Coinbase 钱包，你一键上链这个 L2 也是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嘛。这个它的特别之处就是流量，对吧？它能够从它的 Coinbase 这网站上引流。那在币圈在抢这个 TVL 的时候，那 Coinbase 直接就是有这个上亿的用户 KYC 过的，对吧？所以说 Base 天然的有这个优势。那么它采用这个 OP Stack 架构，我们上一期讲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我忘了上期还是上期，反正前几期我们讲过这个 OP Stack 本质上是开源模块化架构，任何人都可以用它建立 L2。那么 Base 是一个企业级的实现嘛，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也使用一样的 Optimistic Rollup 机制，然后但它也优化了一下 Sequencer 的逻辑。它是说它有改变使 Sequencer 就是它的交易排序是批次的提高，效率更高，然后它的费用也重新设置过了。它把它的 L2 Gas 和这个 L1 的 Data Cost 是Coinbase 统一结算，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你信不信相信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在一些全去中心化的环境里，它的费用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拥挤啊之类的事情，它会剧烈波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中心化的干预是好的。那么这个是一种说法了，看你相不相信 buy 不 buy 这个 idea。但是说就是 Coinbase 在 Base 这条链上，就是这个 Gas 和这个 Data Cost 是由 Coinbase 统一结算的。那么就这样就方便企业级应用接入，对吧？你说我是一个企业，我想做一个，除非我的理想是纯中心化的一个环境，我就是要那样一个环境，基于我的一些价值或者我的一些目标。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只是想做一个 decentralized Web3 的一个 finance 的 service， 对吧 ？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你这个开发者你直接接入 Coinbase 的这个用户，可能就是跟他们合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中心化的影响。那么安全层面呢，就是 Base 就是以太坊主链嘛，基于以太坊主链的安全是。那么 Base 和这个 Optimism 最大的区别就是 Optimism 有点开源社区的感觉，企图构建这个 Super Chain， 大家一块来搭建。那么 Base 是一个商业化的 OP Stack， 对吧？它是这个一个商业化的产品，一个纯粹中心化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成长速度来说，就是 Base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就是它的
2023年8月份主网上线到2024年底，它的 TVL 就突破20亿美元了，因为它有这么多用户信赖它，对吧？这个 trust 是个很迷的东西，就是说你 decentralized finance 可以有很多种叙述，就你的叙述可能说我这个是纯 decentralized， 我这个纯靠道，我这个纯靠一个很牛逼的算法，很牛逼的公式，很牛逼的这样一个社区，大家各自干各自的，就把这个名声搞得很好了。也有一种观点是，那就是背靠一个强大的毕交所，一个强大的中心化，但它可能就是比较靠谱，对吧 ？gas 不会满天飞，然后用户这个不会没事被 scam 什么的，它就是。有的人就这两种东西是两种 idea 嘛，就是说你要相信就是纯中心化是未来，或者纯中心化才是理想的境界，还是说你觉得中心化是能够带来一些信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安全感的呢？对吧？这两种都是很常见的想法。2024年底它 TVL 20亿美金以后，它增长是非常高的。那么根据 DeFi Llama 的统计，它日交易量也是1200万笔了，就非常高。那为什么它这么成功呢？对吧？那他当然了，那个富二代能不成功吗？对吧 ？Coinbase 的1亿用户是天然的引流，对吧？他新手，你是一个新手，你在 Coinbase 上的 wallet 一键就接入 Base， 然后第二呢 ，Base 并没有这个代币空投，就是它是反而这样的，这是一个好的策略，就是说它不像一些小的项目开始的时候要说我要 airdrop， 我要免费给人币，要吸引这些大家我们这些 retail， 对吧？我们这些散户去参与啊，去用啊，然后也吸引这个 arbitrage， 也吸引这个 hunter， 就是那些撸币的嘛，撸空投的人。那么这样 Base 就没有为空投而来的，而是纯粹为它的产品而来的。然后它用的东西也都是最成熟的，有 OPStack 架构，然后有以太坊现成的 L2 的开发者，它基本上是零学习成本，就是说它在 L2 大家对它的理解上就是零成本的理解，并且它在 Gas 上，它在一些UI 上是更成熟的，对吧？更那个大家更相信它，因为它背靠一个大的毕交所。这就是说 Coinbase 的强项。那么 Base 的这个生态怎么样呢？老生常谈了 ，DeFi、NFT、AMM 都有，对吧？这些常见的，比如说 DeFi 方面有这个 Airdrop， 是 Base 上的一个 DEX， 对吧？一个 Decentralized Exchange 叫 Airdrop 的，它也是锁仓量突破过10亿美金的。然后这个 Morpho 和这个 Contago 是负责这个借贷衍生品交易 ，Base 上每日 DEX 成交量也是这个是很高。然后还有一些，我记得还有一些协议，像那个 Mosaic 还是 Interport 是有这些 NFT 借贷啊、收益聚合、跨链交易都有，还有 PWN， 还有这个 protocol。所以说 Base 的生态是因为背靠 Coinbase 嘛，大家还是比较认。然后它是在 Web3 上是有它的也是一系列，对吧？每次我们讲到 L2， 基本上成功的 L2 都有它的一系列的这个生态。那么它还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在 Base 上诞生的命币，是一个蛮特别的。如果我们硬要讲一些特别的，有一个叫例如 Brett， 对吧？它是在上面有它的 mem， 所以是什么都有嘛 ，NFT 啊、mem 啊、aggregator 啊这些什么借贷啊都有的。这就是 Base， 就是一个在基础设施的这些 L2 链里不可绕开的一个。那好，那 Base 最受争议的地方呢？是它到底有没有去中心化？名义上 Base 是以太坊的 L2 用 OP_ROP， 对吧？但是它的安全性，就是它的这个交易排序器，这个 sequencer 是由 Coinbase 单一运行的，就是说，还有它的那个资料可用性 DA 也没有完全开放，就 data availability， 就是说它的链上这些 data 存在。我们前几期也讲过这个 DA 层，对吧？在这个 OPStack 里 DA 层这个数据的存储的这个链，这个模块是可以跟那个执行层是分开的。那换句话说，这个 Base 的这个 DA 是没公开的，大家就不知道它内部是怎么存。somehow 知道，但也不完全知道。所以说 Base 是不是有一种争议，说 Base 是不是 Coinbase 的云端上一条私有链？那当然是不是，但是是大家总是这样怀疑。那 Coinbase 官方的说法是，它是这个 progressive 的 decentralization， 逐步去中心化。我们先把这个链搭起来，我手上有一些中心化的部分，然后如果这些中心化的部分能够渐渐的去中心化，那更好了，慢慢的我们去中心化。但是这个 progressive 这个看大家相不相信吧。总之来说，你得先相信中心化的 Coinbase， 才能等到未来的去中心化，或者是中途有什么事件阻止这个去中心化的过程，或者是这种总是有点反复嘛，有社群，有官方，有几个，对吧？有散户，有这些用户，这几方的意见也不一定统一。但是也许这是 Base 的好处，对吧？如果你要找一个不那么去中心化的3号中心化的靠谱一点的链 ，Base 总绝对是一个选项，对吧？就是一个它的有一点去中心化的争议，但是它的效率、它的安全性，大家是相信的。
这就是它的现状与地位。在 L2 的战争中呢，这个 Coinbase 是有一杯羹的，而且永远也会有一杯羹。它在 TVL 也很高，它也有很多 Coinbase 的用户，铁杆用户使用这个它又是一个很强的 Web2 入口，对吧？因为 Coinbase 这个交易所可以用法币啊，用钱包把这些 Web2 的钱转过来，那么很快就能连到 Base 链上。那是不是说交易所法币钱包的 Web2 和 Web3 的这个应用协议 DeFi 是无缝连接的，在 Coinbase 平台上？那么用户买币啊、交易啊、从法币入金啊，然后换币啊，都可以在 Base 链上无缝连接。所以说，社区主义是社区主义 ，Base 是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平台机构的，对吧 ？Optimism 这种可能是大家是一个开源社区这种感觉。那 Base 就是一个企业的、封闭的，然后比较靠谱的，但也富有一些去中心化争议的链。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Base 的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有意思的话，点赞，subscribe comments， 然后 like， 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话，这样讲一些技术面，而不是这个买币这一面的一些视频、一些影片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这个节目，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好，这是 Julian Crypto 物语，我们来讲 Web3，我们讲币的事，币的这些项目，币的故事。好，谢谢 ，peace。